90年代的小渔村，我曾是这片海域最出色的渔网。妻子溺水去世后，为了年幼的建国，我卖掉渔船，彻底隐退。为了能天天看着他，我留在大排档做零工。这几十年里，我省吃俭用，终于把他供上了大学，娶了媳妇儿，有了孩子。爷爷，好香啊！我想吃龙虾。爸，你知道现在龙虾有多贵吗？谁让你买的？小娟儿，今天是我的70岁生日，我寻思着买2斤小龙虾，咱们一家人一起吃。70岁生日，爸，你天天在家里白吃白住，不知道外面现在赚钱有多难。我跟建国每天在外面拼死拼活的上班养家，你倒好，在这心安理得的享福。这龙虾是我用自己捡废品的钱买的，没花建国的钱。哼，捡废品，你有这功夫，不如老实在家省吃俭用。你看看那阳台都快成垃圾堆了。建国，你可算回来了。你看看你爸，整天在家里胡闹，今天又背着我们买了几十块钱的龙虾，我们车贷都快还不上了，他倒好，天天只顾自己享受。爸，不是我说你，你都这把年纪了，怎么还这么自私奢侈？买这么贵的龙虾吃，你考虑过我们的压力吗？我们都恨不得1分钱掰成2半花了。建国，今天是我70岁大寿，我就想一家人吃点好的庆祝一下，没乱花你们的钱。行了行了，都70岁了，这生日有什么好过的？这么大年纪了，还是一点不懂事，不能给我们分担压力也就算了，好歹省点心。所以在你眼里，我把你拉扯大，供你娶媳妇买房，却连一次生日都不配过。装又装，不就是说了你俩吗？爸，爸你怎么了？爸！我这是被气死，重生回到1995年了。建国，我可听城里的表哥说了，这老房子要是卖给村头开发商，能换2000块钱呢。到时候咱们去县城付个首付买商品房，我可不想一辈子待在这水村里。可是这房子要是卖了，我爸住哪儿？你傻啊？让他在村口搭个草棚子对付一下不就行了？等咱们在城里立足了再接他过去，多划算。爸，您醒了，我和小娟正商量着怎么孝敬您呢。哼，孝敬我，是商量着怎么把我赶去草棚子，好卖了这祖屋去城里享福吧。爸，既然你都听见了，那我也开门见山。建国跟着你受了一辈子穷，现在有进城的机会，你当爹的不能当绊脚石吧？爸，小娟说的对，这老屋迟早是要留给我的。这一世，我只为自己活。我要在这个小渔村里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而不是去城里当他们的免费保姆。不用商量了，今天咱们就分家。分家？爸，您开什么玩笑？我没开玩笑。这栋老屋我一砖一瓦都不要，全部留给你李建国。爸，这可是你亲口说的，字据为证，可不能反悔。但我有个条件，村口那口祖上荒废了5年的烂鱼塘归我。从今往后，我生老病死，与你们夫妻2人再无半点瓜葛。这老李头真是老糊涂了，放着好好的青砖房不要，去要那口臭水沟。可不是嘛，那鱼塘里全是烂泥和死水，连根鱼毛都养不活，真是失心疯了。爸，这可是你自己选的，以后在外面要饭，可别跪着求我们接你回来。海龙叔，当初我爹娘去世，是你给了我一口吃的，一直惦记着我。他们不要你，我要你。以后我王小虎就是你的亲儿子，给你养老送终。小虎，好小子，叔没白疼你。他们以为这是一口臭水沟，但叔告诉你，不出1年，这口塘能买下10栋城里的商品房。海龙叔，这棚子虽然漏风，但好歹是个落脚的地儿。等明儿个我去山上砍几根毛竹，把这窗给封上。小虎，跟着叔受累了。海龙叔，这是我全部的积蓄，一共52块6毛，您要干什么我都支持。好，这钱叔就算你入股的，等会儿我带你抓虾赚大钱。这荒塘底下可多的是宝贝呢。啊，叔，那玩意儿泥腥味重，壳厚肉少，连鸭子都不爱吃，咱们要它干啥？现在没人要，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吃。再过几年，这东西会风靡全国，变成1000亿级的风口。听叔的，
咱们今晚就动手做虾龙。叔，你这手艺绝了，这笼子进去就出不来啊！这叫盗羽笼，光有笼子不够，还得有饵料。龙虾喜腥，但更抗拒不了这几种中草药的药香。今晚把笼子下进去，明天一早保准满笼。哟，我当是谁呢？大半夜的在这儿摸鱼呢。建国，你看看你爹，守着个臭水沟当宝贝。爸，你还真打算守着这个臭水沟赚钱啊？能不能别丢人了？现在村里人都笑话咱呢。李建国，分家字据写得清清楚楚，我的事轮不到你们来放屁。真够犟的，建国，我们走，城里的新房还等着咱们去量尺寸呢。你爹这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小虎，别急，让他们笑，用不了多久，他们就知道谁才是傻子了。海龙叔，能行吗？这堂荒了这么久，行不行？拉起来就知道了。小虎，起水。暴龙了，全是红甲大虫！叔，我们发财了！叔，17个笼子，整整倒出来2大桶，这起码得有100多斤吧？哟，老李头，你折腾了一宿，就捞了这么2桶臭水沟里的老草啊！这玩意儿壳硬肉少，全是泥巴味儿，你留着自己吃呢。指不定人家是拿去喂鸭子的。不过老李啊，这玩意儿连鸭子吃多了都拉稀，你可别白费力气了。两位兄弟，别看这东西壳多肉少，端上餐桌那可是大鱼大肉都比不上。小虎，挑上担子，咱们进城。同志，打扰一下，我是咱下边村里养殖场的，今天刚捞上来一批顶新鲜的野生大龙虾，您瞧瞧，做下酒菜绝对是一绝。去，什么大龙虾？这不就是臭水沟里的泥虫子吗？这玩意儿一失身的土腥味，连叫花子都不吃。你居然敢往我们国营大饭店送，吃坏了人，你赔得起吗？同志，这叫小龙虾，只要用秘制的料汁把泥沙养干净，再用做油重辣爆炒，味道比螃蟹还鲜。行了，别在这吹牛了，一身泥巴味儿，看着就恶心。保安哪儿去了？赶紧把这臭要饭的赶走，别挡着我们贵客进门。走，你们2个挑着你们的臭虫子滚远点儿！怎么办啊，叔？这东西卖都卖不出去。别急，等他们亲自尝尝，就知道这龙虾值不值了。哼，这是什么味儿？怎么这么香？好像是从那棵大树下传过来的。走，瞧瞧去。秘制13香小龙虾，先尝后买，不好吃不要钱。小张，对街是在卖什么？怎么这么香？林经理，就是个乡下来的泥腿子，刚才想把那没人要的臭虫卖给我们，我把他赶走了，没想到他直接在街边就摆起摊来了。这香味能把半条街的人都吸引过去，咱们也看看去。哎，谁让你在这摆摊的？赶紧把你的臭虫子收起来，滚蛋！别影响我们国营饭店的生意。凭什么赶人啊？人家卖的东西这么好吃。就是国营饭店了不起啊！你们饭店有这么香的菜吗？这位师傅，你这卖的是什么？我能尝尝吗？同志，这是我用秘制中草药配方做出来的13香小龙虾，您尝尝，小心烫。这味道绝了，鲜香麻，层次分明，简直是极品。林经理，这不就是臭水沟里的泥虫子吗？有这么好吃？小张，今天早上就是你把这位师傅赶走的。我也是为了饭店的卫生安全着想。胡闹！你差点让我们饭店错过招牌菜，回去再跟你算账。李师傅，明人不说暗话，
我们红旗饭店最近正在评选省里的优秀国营餐饮示范店，急需一道能一炮而红的招牌菜。你这小龙虾，我要了。林经理爽快，不过我这龙虾可不便宜。价格好商量，你今天带来的这100多斤，我按每斤1块5的价格全收了。另外，我想跟你签一份长期供货协议，以后你每天至少要给我们送200斤，而且只能独家供应给我们红旗饭店。林经理有眼光，独家供应没问题，但我需要你先付一笔定金，我得扩建虾塘，购买网具。这是500块定金，你先收下，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叔，咱们真的拿到了500块定金啊！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这还只是个开始呢。哟，这老李头哪儿来的钱买这么多新网具？去了趟城里，这是发财了。建国，你爹哪儿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他是不是偷偷藏着私房钱瞒着咱们呢？我说怎么那么痛快的分家呢？原来是留了一手。爹，我可是你亲儿子，你还跟我藏着掖着？狗屁！这钱是我跟叔一早去城里卖龙虾挣的。就那狗都不吃的臭虫也能卖钱？可别胡说八道了吧！大家快评评理呀！这当爹的自己藏着钱不给亲儿子儿媳用，反而还养着一个毫不相分的外人。爹，您说清楚，您到底是哪儿来的钱买这些东西？李建国，分家自谕上白纸黑字写着，我净身出户，老屋和家当全给了你，我李海龙用自己的本事赚钱，需要向你交代。李建国、马娟，你们还要不要脸？分家的时候把海龙叔赶去烂塘，现在看海龙叔买东西又来抢，再不滚开，老子一鞭子抽死你们！这建国两口子确实有点过分了，都分家了还来抢。不过老李头哪来的这么多钱？该不会真是在城里干了啥坏事吧？爹，您别执迷不悟，分家了我不还是您儿子吗？您难道还指望一个外人给你养老送终吗？对啊，爹，您有钱得想着我们啊，将来您老了还不是我们照顾您？照顾？上辈子我跟着他们进城里当牛做马量，连保姆都不如，一个月就给我100块买菜片，过生日花自己的钱买2斤龙虾都要被骂。不给我送终，李建国你放心，我李海龙就算是死，也绝不稀罕你这逆子的一滴眼泪。我操！小轿车，这是镇里大干部的车吧？李师傅，真是不好意思，今天店里太忙，没能亲自送您回村。这是今天下午的100斤龙虾尾款，加上我个人追加的合作诚意金，一共1000块，您收好。1000块？这怎么可能？李师傅，这2位是2个不相干的人罢了。李师傅，我今晚在县城约了领导，想请您一起去考察一下我们红旗饭店的新基地，顺便商量一下扩大养殖的合同。您看，小虎，你把牛车赶回棚子。林经理，咱们走。李建国，你看看你那个吃里扒外的老爹，怪不得他不要老房子，非要那臭水沟呢。原来那来路虫真能挣钱。不行，那沸塘咱们得拿回来，不能让他一个人占。有点意思，一个泥腿子居然能攀上红旗饭店的临海岸，还能靠那臭水沟里的虫子日进斗金。钱总，要不要我去查查这小子的底细？查，顺便告诉他，这生意我钱100万看上了，问他愿不愿意合作。你就是李海龙，我们钱总说了，看你养虫子挺辛苦，开个价吧，5万块买断你手里小龙虾的养殖技术和秘制配方，以后那口虾塘归我们钱氏集团。5万块，在1995年是一笔能买下县城1套房的巨款，但我的养殖技术和配方远超5万的价。告诉你们钱总，我不卖。老东西，别给脸不要脸，在县城还没人敢拒绝钱总。那我就做这第一个人。你们凭什么拿我家东西？这电视机是我刚买的。凭什么？你爸马国强借我们钱玩炒组，现在爆仓赔了个精光。2万块今天要是还不清，
老子不仅要搬空这里，还要剁了他2只手！爹呀，你可害死我们了！我以为能翻倍的呀，谁知道全赔光了。建国、小娟儿，你们得救救爹呀！ 2万块啊，把我们卖了也还不起。建国，他们明天还要来，这可咋办啊？这是你爹自己造的孽，他怎么不自己想办法？你这话说的，我是你媳妇儿，他可是你老丈人，咱们是一家人。我爹还不上钱，那些债主也不会放过我们。你找你爹想想办法呀！他今天刚拿了1000块钱，还坐上了大老板的桑塔纳，他肯定有钱。可是分家字据都签了，我们哪有脸去要？字据算个屁！他是你亲爹，他的家产就该是你的。他那口虾塘不是赚钱吗？咱们今晚就过去抓龙虾去，到时候咱自己卖到城里。建国，手脚利索点，趁那小子睡死了，咱们多下几个笼子。这一筐虾拉到城里，少说也能卖几百块。娟儿，这要是被发现了，怕什么？这是你家的虾塘，本来就有你的一份。真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值钱，你爹有这本事还一直藏着掖着的，也太不实诚了。差不多了吧，够还一部分债了，咱走吧。才这点儿，你胆子咋跟老鼠似的？再下一笼！你们在干什么？偷虾！小虎，我不是。喊什么喊？这塘是我公公的，我们拿自己家的东西，关你屁事儿！分家字据写的明明白白，这塘跟你们没关系了，你们这是偷！你敢摔我的虾！建国，他看见了，他要是回去告诉你爹，咱们什么都捞不着了。小虎，别怪我心狠！住手！那都是海龙叔的心血呀！李建国、马娟，你们找死！爹，这塘本来就该有我一份儿。你当爹的怎么能打自己亲儿子？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字据在此，恩断义绝。李建国，你今天砸我虾王伤我的人，老子现在就能送你去坐牢。爹，您别激动，小娟，我们走，快走。有意思，这李海龙跟儿子儿媳关系不怎么样啊。这事儿要是说给钱总，那可就有大用处了。钱总，您让我盯的那老小子，今晚果然出事了。哦，说说看。他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李建国带着儿媳妇去虾塘偷虾，被李海龙抓了个正着。您猜怎么着？李海龙当场就把亲儿子扇到泥塘里去了，还拿分家断亲书把儿媳妇的脸都拍肿了，那叫一个狠啊！亲儿子都下得去手，这李海龙倒是个硬骨头。他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给5万他都不要，非要自己守着那口塘。可不是嘛，钱总，他一个臭养虾的，居然敢驳您面子，真是不知好歹。哼，他不让我痛快，我还能让他痛快了？去，给我查查李建国和马娟的底细，看看他们是怎么跟李海龙分家的。钱总的意思是，这2口子跟李海龙有仇，还觊觎那口虾塘，说不定以后有大用处呢。明白，我这就去办。还有，他一个村里的泥腿子想独占虾塘发大财，也得看看我答不答应，给他找点麻烦。这事儿包在我身上。谁是这儿的头？李海龙在不在？同志，我是这儿的。大清早的，有什么事儿吗？有人举报你们这儿无照经营，还用变质饲料养虾，污染村里水源。我们要对这口塘进行抽样检查，检查期间你们先停工。2位同志，我们这是正规联营，饲料都是新鲜的野杂鱼和小麦麸皮，不信你们去棚里看。李老板，我们也是接到举报，说这儿臭气熏天，影响村民生活，必须按程序走一趟。2位同志辛苦了，这是我们红旗饭店的联营基地证书，所有的检测报告上周刚做过，完全合格。至于臭气熏天，这荒塘以前是死水，现在引了活泉，反而干净。是啊，以前这儿全是蚊子，现在水清多了。行，既然手续齐全，那你们继续，我们也是例行公事，打扰了。我听说你跟那钱百万的人起了冲突，他想找你做买卖不成，肯定会背后耍阴招整你的。
林经理，这次的事儿真的谢谢你。他想干什么就随时放马过来吧，我奉陪到底。真特么臭！快把这2桶臭水倒进进水口，明早他的虾塘就得臭气熏天，看他怎么卖给红旗饭店。大哥，这要是被抓到，算不算搞破坏啊？怕个屁！咱们就说是倒自家垃圾，大不了算随地扔垃圾，他能拿咱们怎么着？快倒！你们干什么的？往水里倒脏东西，别想跑！放开他！你个土包子！大半夜来我这倒垃圾，钱百万就这点下三滥的本事？大叔，别打！我就是拿人钱财倒点臭鱼烂虾，我真没干别的。说，钱百万还让你们干什么了？不只是在我这虾塘里倒垃圾那么简单吧？他还派人要去你跟那林总理合作的百亩大塘基地闹事。哎呦，这挖掘机尾气熏得我头疼，赔钱！不赔钱，今天谁也别想动工。这地是我们家祖上放牛的地方，你们凭什么占了？不给个说法，我就躺死在这儿。这地是村委正规批给我们的荒地，你们这是无赖耍流氓！王小老弟，话别说的这么难听，大家都是街坊邻里，有些历史遗留问题没解决，坐下聊聊嘛。不过这动工嘛，今天肯定是动不了了。钱百万就派了你们这几块料了，以为躺在地上我就拿你们没办法了？各位街坊，这百亩大塘建起来，我李海龙承诺过，优先招收咱们村的闲置劳动力，工钱1天5块，还包1顿午饭，1天5块还包饭，这比去城里打零工强多了。但是现在，因为这几个人胡闹，工地开不了工，大家伙的工钱自然也就没法发了。二狗子，你个生疮害病的，自己不干活，还挡着大伙赚工钱，赶紧给老子滚起来！就是，再不起来，我让你爹拿皮带抽死你！胡闹，都给我起来！这地是村集体开会一致通过承包给海龙的，谁再在这儿装病，今年的村集体分红1分钱也别想拿！李海龙，你别得意，咱们走着瞧。回去告诉钱百万，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我李海龙都接着。海龙哥，还是你聪明，用群众治无赖，这招真妙。对付无赖就得比他更无赖。大堂建好了，接下来就该让钱百万尝尝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了。大家看好了，这幼虾的饲料不能撒得太猛，得匀着来，像这样左手握紧，右手4指并拢，从指缝间慢慢露出来。撒出去要像下雨一样，你要是哗啦一下全倒进去，虾苗抢食会互相踩踏，还会撑坏肠胃。海龙哥，你这一手可真俊，撒个料都跟撒花似的。李师傅，这虾1天喂几顿合适？幼虾阶段1天3顿，早上6点一顿，中午12点一顿，下午6点一顿，量不用太多，7分饱就行。以前谁说我海龙叔是失心疯来着？现在一个个追着屁股后面学技术。海龙哥，出事儿了！林经理，什么事儿这么急？慢慢说，别慌。省城来领导了，明天中午要到我们红旗饭店吃饭。省城领导？对，一共2桌10几个人，他们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我们红旗饭店有一道招牌菜叫金牌小龙虾，点名了就要吃这个，而且要品质最好的。点名要吃小龙虾，这说明红旗饭店的名声已经传到省城了，这是好事儿啊！你急什么？好事是好事，可问题是我现在拿不出龙虾呀。你之前卖给我的那些现在都已经卖完了，所以我赶紧过来找你了。10几个人，那起码也得50斤小龙虾才能管够，但我这里暂时也没那么多。那完了，我还怎么招待他们啊？这批虾是刚投的苗，按照正常生长周期，至少还要25天到1个月才能长大。海龙哥，这事儿关系到红旗饭店能不能拿到省里的重点扶持名额。那个名额要是拿到了，红旗饭店就能从县里的国营饭店升职为省级示范餐饮单位。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啊？林姐，那能不能去别的养殖户那儿先收一批虾顶上？我早就想到了，可问题是，咱们县方圆百里有规模养殖小龙虾的，就只有海龙哥你这一家。实在不行，我就立刻去省城那边的海鲜市场紧急调一批货过来。虽然贵一点，品质可能比不上你的，但应该也能勉强应付。不用去省城调货。什么？我说，不用去省城调货，我有办法弄到比养殖虾好10倍的龙虾。好10倍？海龙哥，你在哪儿还有虾塘？不在塘里，在海里。咱们县可是靠海的，
我也是从小在渔村长大的。海里，海龙哥，海里哪来的小龙虾？不是小龙虾，是野生大龙虾，深海里的那种，个头比你见过最大的龙虾还要大上1倍，肉质紧实弹嫩，鲜味是养殖虾的好几倍，那个东西才是真正的顶级货。海龙哥，你说的是那种野生的海龙虾？我好像听城里人说过，那东西在深海里，一般人根本捞不到，而且一只就是天价。没错，长在深海里的那种大龙虾，就算在我前世那会儿，也是一般人吃不起的。咱们渔村北边那片暗礁海域，底下应该就有这种大龙虾，大的能有2、3斤重，2只大螯比成年人的手腕还粗。叔，你是要去海里抓虾？那片海域咱们县都没人敢去，你可不能去冒险啊！小虎，你叔我当年在这片海上的名号不是白叫的。这片海域哪里水深，哪里水浅，哪里有礁石，哪里有鱼群，我闭上眼睛都能画出来。海龙哥，村里的老渔民都说那片暗礁海域水况复杂，暗流多，风浪大，很危险的。你真的要去？去，今晚就去。叔，要不咱想想别的办法吧，太危险了。我李海龙在海上讨了20年生活，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只要我出海，就没有空手回来的时候。可是，林经理，你放心，明天中午之前，我一定带着野生大龙虾到红旗饭店。小虎，今晚你跟我一起出海。马上要下雨了，你们还来海边干什么？老陈叔，我是海龙啊。海龙？你是李海龙？当年那个鼎鼎大名的鲤鱼王？是我，陈叔，好久不见。好小子，没想到我还有再见你的机会。怎么着，你这鱼王是要重新出山了？哪能啊，不过我今天确实是要出海一趟，所以想过来借您的船用。出海？去哪儿？北边那片暗礁海域。不行，绝对不行！海龙，你知不知道那片海域现在是什么情况？这几年暗流比过去凶猛得多。上个月村里的张老三去了半路就被浪打了回来，差点翻了船。你现在这把年纪了，还想去找死？陈叔，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当年你刚当船工那会儿，有一次遇上风暴，船被打翻在海里，是我把你救上来的。那年我21岁，一口气潜了20米深，把快要沉底的你硬生生拖了上来。我的本事你还不信吗？唉，罢了罢了，船你拿去，但一定要小心啊，必须活着回来。陈叔放心。你怎么没回县里？我不放心你们。回去吧，咱们明天红旗饭店见。小虎，开船。海龙哥，你千万要平安回来啊！叔，这海上黑的跟墨汁缸似的，啥也看不见。海上行船不能光靠眼睛，你听海风，再听浪打船体的声，节奏均匀。水深10米以上，底下就没有暗礁。叔，我跟您还有的学呢。沿这条航线往东北再走1个半小时就到那片暗礁海域了，但是暴风雨要来了，最多半个小时就到。那要不先返航？不能返，明天中午要交货，耽误不起。这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扛过去就行。小虎抓紧了，准备迎接暴风雨了。蹲下，双手抓住船舷，别站起来。小虎，用瓢把水舀出去，不然船太重会沉。叔，你的手流血了。流点血死不了。小虎，你记住，在海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慌，天塌下来有海接着。小虎，好样的，就是这里了，我们已经到那片海域了。叔，这是什么味儿？怪怪的。秘方，群鱼肉打底，加了几味中草药和螺肉，密封发酵3天。这味道人闻着怪，但对龙虾来说比什么都香。叔，要等多久？别急，你在船上等我，
我下去捞虾去。捞到了，等我给这些捕虾笼装满。怎么样啊，叔？都进去了，跟我一起把捕虾笼往上拉。叔，好重啊！使劲儿！1、2、3，拉！这他娘的是什么玩意儿？大龙虾！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大的。这可比咱们虾塘的要大得多，但是只在深海里才有。叔，你太厉害了！咱们返航，回县城找林经理交货去。来，我的老天爷，这虾也太大了吧！你们看这钳子，比我大拇指还粗，这一只少说2、3斤。这是北边暗礁那片海域才有的深海红龙，你真的去了那片暗礁海域，还敢在那种地方下笼子？是，不光去了，还捞到不少好货。不愧是鱼王啊，倒是我小看你了。陈叔，我说能平安回来，那就不是假的。我得跟小虎去县里交货了，就不跟你们多说了。叔，你说以后咱们天天去捞这大龙虾，是不是就能发财了？你以为那片暗礁是菜市场，想去就能去？昨天能捞到这么多，一半是本事，一半是运气。海上的事儿说不准的。那倒是，咱们就养那小龙虾也不错。等会儿红旗饭店那边要是看到这些货，肯定得乐死。这也太大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龙虾。嘿，这家伙脾气还不小。海龙哥，辛苦你了。不用说这些，厨房都准备好了吧？等我给你们露一手。准备好了，就等你了。就是他了。好熟练的手法，这些手艺还多亏了前世在大排档打零工的经历，还有伺候了儿子儿媳这么多年，厨艺早练出来了。香，太香了，看着卖相也喜人的很。我还留了一些，你们先尝尝。天哪，我从来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以后有机会我教你们，现在先把这些端出去吧，林经理还等着呢。好，太好吃了！这虾是在哪儿进的？林经理，你们红旗饭店现在连这种高级货都能做了，这大龙虾是哪里来的？这是红旗饭店金牌合作商李海龙从深海暗礁海域独家捕捞供应的野生大龙虾。啊，他就是那个养小龙虾的李师傅啊！改天有空我们真得见见。今天这顿饭是我今年最满意的一顿。红旗饭店的菜品质量和创新能力完全达到了省1级标准。回去后，我会把红旗饭店列为省重点扶持餐饮单位，拨款支持你们升级改造和品牌推广。李师傅，今天这顿饭帮红旗饭店拿到了省里的重点扶持名额，这个价值不是用钱能衡量的。你这份情我记下了，这是1万块，我个人的一点心意，你务必收下。林老板太多了，我就是出了趟海，做了几道菜，不值这个价。值不值我说了算，你不收我这心里过意不去，以后还得长期合作。我不能欠着人情跟你打交道。海龙哥，你就收下吧。那就谢谢老板了，以后红旗饭店需要的龙虾，我李海龙一定保质保量供应。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老板打听清楚了，说那个叫李海龙的昨天凌晨出海，在北边那片暗礁海域捞了6笼野生大龙虾，足足40-50只，拉到红旗饭店后，当天中午就做了3桌席面。省里来的领导吃完当场拍板，说要把红旗饭店列为省重点扶持餐饮单位，还给了拨款。红旗饭店的大老板还亲自拿了1万块现金给李海龙，说是奖金。一个臭养虾的泥腿子，不就出海捞了几只虾，他凭什么？老板，那李海龙确实有点本事，听说那片暗礁海域凶险得很，一般人根本不敢去。哼，他敢去，老子的人也敢去。给我叫几个人来，会开船的、会下网的、不要命的都给我找来。他能捞的大龙虾，我们这钱凭什么叫他一个人赚了？好，我现在就去找人。不就是出海抓虾吗？有什么难的？
怕什么？不就是有点浪吗？继续往前开！掉头，赶紧掉头！这他妈的太吓人了！等会儿再打几个浪来，咱们都得掉海里去。你们这是怎么了？掉海里了？老板，那片海太吓人了，浪比人还高，船跟玩具似的，我们根本站不稳，更别说下网了。那3个年轻力壮的，不如一个快50岁的老头。人家李海龙一个人开着小破船捞了6大笼龙虾回来，你们倒好，空着手回来不说，还把自己弄成这副鬼样子。老板，那老头肯定是有门路的，这片海不是一般人能去的。废物，全都是废物，给我滚！行，你们不敢去，老子也不去了。老子有的是别的办法。这些我全要了，都给我带回去。我就不信我赚不了这个钱了。来看一看啊，野生大海虾比红旗饭店的还新鲜，错过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这虾看着不行啊，个头比红旗饭店的小多了，壳也不亮，一看就不新鲜。就是，而且红旗饭店那个可是从深海里捞上来的野生大龙虾，这些蔫不拉几的，差远了。一群不识货的东西！老王，我让你研究红旗饭店那几道龙虾菜，研究出来没有？老板，我尝过了，他们那个菜确实有点门道，清蒸的火候控制得很好，虾肉不老不柴。那个蒜香黄油的我也试做了几次，但总觉得差了点意思。还有那个麻辣爆炒的，人家的料汁味道特别浓郁，我试了好几遍都没调出那个味儿来。行了，你就照猫画虎做，差不多的味道就行了。赶紧的给我上菜。老板，你这虾怎么这么柴，还有一股腥味儿？这当蒜香的也太苦了吧！你们这厨师是不是把蒜炒糊了？这什么东西，跟红旗饭馆的差远了，这不是浪费钱吗？我钱百万混了这么多年，从摆地摊卖鱼干起家，一步步做到今天这个规模，县城谁见了我不得叫一声钱老板？结果现在被一个养虾的泥腿子踩得抬不起头。老板，那个李海龙确实有2把刷子，听说他年轻时可是这一带的鱼王呢。咱们硬碰硬，确实有点吃亏。你的意思是我认输了？不，我的意思是，咱没必要跟他硬碰。他李海龙有他的优势，咱也有咱的优势啊。什么优势？你说说。老板，李海龙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捞到好虾，能做出好菜。但咱不是厨师起家的，咱是搞水产起家的啊！咱手里有全县城最大的水产渠道，几个冷库，几10个供货商。他李海龙总共才多少产量？红旗饭店一天能卖多少虾？他供得过来吗？他？你是说，老板，咱不打硬仗，咱打价格战，咱把小龙虾的价格压到他李海龙根本没法跟的地步。他卖3块，咱就卖2块5；他卖2块5，咱就卖2块。老百姓买东西最看重的就是价格。同样的虾，便宜那么多，你看他们去哪儿买？你的意思是，哪怕赔本卖，也要先把市场抢过来？是啊，只要把红旗饭店的生意抢过来大半，他李海龙就没了销路。到时候他辛辛苦苦捞上来的虾卖不出去，耗也耗死他。只要熬过这一阵儿，等李海龙撑不下去了，这市场还不是咱说了算？好，明天你说的办，所有小龙虾给我按成本价往下压30%卖，我倒要看看他李海龙能撑多久。瞧一瞧，看一看啦！新鲜的小龙虾，不要1块5，不要1块2，只要8毛钱一斤，买5斤送1斤啦！8毛钱，这也太便宜了！昨天红旗饭店对街卖的那种还要1块5呢。便宜是便宜，就是泥腥味有点重，不过冲这价格值了，买5斤。完了，老李头这1块5的独家供货，怕是要砸在手里了。林经理，今天中午咱们的龙虾席退丢了3桌，钱百万在全县恶意压价，现在散客都去买他的便宜虾了，咱们的客流量明显受到了冲击。海龙叔，钱百万这是要砸我们的饭碗啊！8毛1斤，他这是亏本赚焦帽。要不，咱们也降价，降到7毛，看谁熬得过谁。降价，小虎，商战里最忌讳的就是盲目跟风价格战。他钱百万家大业丰亏得起，咱们刚起步，降到7毛，用不了半个月，咱们自己就得先破产。海龙哥说的对，而且一旦降价，咱们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高端精品品牌形象就彻底毁了。海龙哥，你是不是已经有对策了？他拼价格，咱们就拼成本和品质。小虎，走，回堂子，叔教你一招降本增效的绝活。
叔，这野杂鱼和豆布能当饲料？当然能，你就信我的吧。前世已经有人认证了，野杂鱼混合豆粕发酵，不仅成本能降低40%，而且里面富含的粗蛋白能让小龙虾脱壳更快，肉质更饱满甜美。再加上我这秘制的中草药配方，绝对能让小龙虾长得又大又鲜。钱百万用低价扰乱市场，是自损800的行为，他坚持不了多久的。况且红旗饭店的招牌是我研发的13香小龙虾，他钱百万有什么？还是叔您有办法。小虎，把咱们昨天预留的那批最肥的炮头大虾装箱。今天下午，咱们去红旗饭店门口，请全县城的人吃虾。乡亲们，免费试吃，每人2只，尝尝什么才叫真正的极品龙虾。我的天哪，这味道，这蒜香进到肉里去了，肉质又弹又甜，一点泥腥味都没有。这麻辣的才叫绝，跟这个比起来，钱百万卖的那种8毛1斤的烂虾，简直就像在嚼泥巴。以后我只吃红旗饭店的。听说那天省领导的人来吃了次大龙虾，赞不绝口呢。不过那种龙虾我们是吃不起了，现在能尝到这小的也是此生无憾了。大家喜欢就好。钱老板，不好了！红旗饭店门口那2个免费试吃摊子彻底爆了，全县城的人都疯了一样往那边排队，咱们连1只虾都卖不出去了，废物，全特都是废物！老子一天亏几百块钱跟他们打价格战，他们居然用免费试吃把人全勾走了，再这么亏下去，老子的流动资金全得泡死！那个泥腿子到底往锅里放了什么？为什么他的虾能那么香？老板您忘了，那泥腿子手里有独家的养殖秘方，养出来的龙虾个顶个的好，还有秘制调料，什么蒜蓉13香的，咱们根本比不过啊！怎么才能拿到他这些秘方？给他5万都不卖。钱总，李海龙虽然嘴硬，但他那个儿子李建国可是一块软骨头。他们父子俩刚分了家，他儿子也想抢回那虾塘呢。你是说从他儿子下手？是啊，他老丈人现在欠了债，正缺钱呢。而且他们刚卖了老房子，在县城安家，房租都难交上。滚！房租都交不起，当老子开善堂的呢！今天不搬走，老子直接叫派出所把你们抓起来！李建国，你个没用的窝囊废！老娘跟着你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你爸现在天天赚大钱，你却连房租都拿不出来，我真是瞎了眼嫁给你。你就是李建国李先生吧？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钱氏水产集团的秘书。我们老板听说你是个不可多得的销售人才，特意让我来邀请你入职。招聘我？没错，市场部销售主管，月薪2000，另外提供一套县城2居室的员工宿舍，只要你签字，今天就能拎包入住。建国，听到没有？2000块啊，还有县城的房子，快签字！你个蠢货，还愣着干什么？快签字啊！好，我签。建国啊，我们老板对你寄予厚望，不过老板最近对你父亲李海狼手里的龙虾配方很感兴趣，只要你能把那张配方拿来给公司，老板说了，额外再奖励你1万块现金。哟，张大婶儿，洗衣服呢？哎呀，我们建国现在是城里大集团的主管了，月薪2000，这不，公司刚给分了套县城的大2居，我们今儿回村收拾收拾东西。月薪2000，我的天，这能买多少肉啊？建国出息了啊！可不是嘛，他们李家现在可是发达了，他爹现在卖龙虾也风光着呢。爸，小虎，忙着呢。哼，有事儿。爸，看您说的，我这当儿子的来看看您不是应该的吗？这不，我最近在城里找了个好工作，当了主管，我寻思着跟您来报个喜。哼，建国，你是我养大的，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想拉什么屎。你从小就不会撒谎，一撒谎左眼皮就直跳。水产公司是钱百万的吧？他让你来套我的秘方。爸，您胡说什么呢？什么钱百万？我不知道。滚！带着你的烂苹果滚出去！转告钱百万，想要我的配方，做梦！怎么样？拿到了吗？配方在哪儿？没，我爸一眼就看穿了，他让我滚。李建国，你个没用的废物，连个老头子都搞不定，老娘怎么嫁了你这么个窝囊废？拿不到配方，咱们在城里的大房子就没了！你给我滚去想办法！林经理，这是要干啥去啊？
李师傅家要盖个2层的小洋楼，我帮忙拉盖房子的红砖。哎呀妈呀，老李头真的要盖洋楼了！这养虫子居然能赚这么多钱，真是开了眼了。你看看，你爹都要盖楼了，我也要。那秘方你必须想办法拿到。建国，我这人脾气不好，耐心也有限。我给你发工资，给你提供大房子，不是让你来当摆设的。老板，我爸他防备心太重了，我需要时间。3天，我只给你3天时间。拿不到配方，你还有你那个败家媳妇儿，就给老子卷铺盖滚蛋，去大街上要饭吧！配方到底藏在哪儿了？老头子平时记账的本子呢？找到了，哈哈，找到了！建国，套名方不成又改成偷了，这些年我真是白养你了。爸，我错了，但我真的是没办法了。没办法，不是你跟你媳妇贪图钱百万给的钱吗？秘方是我的命根子，你有没有想过这东西给了钱百万会是什么后果？爸，钱百万威胁我，他说如果我3天内拿不到配方，就要收回房子和工作。马娟他爹现在还欠了债，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爸，您就把配方给我吧，哪怕是卖给钱老板也行啊。妻子去世后，我为了照顾他拼命赚钱，疏忽了对他的教育，才让他养成了现在这样自私又愚蠢的样子。配方我不会给你，你跟马娟沦落到现在是你们咎由自取，也该学会承担责任了。爸，我可是您亲儿子啊！从你签下断亲书的那天起，你就不是我儿子了。滚！滚出去！回去告诉钱百万，我李海龙就是把虾塘砸了，也绝不会把虾塘贱卖给他。你要还有点良心和自尊，就做个男人，别整天被你媳妇儿挑拨，没一点主见。滚吧！2000块1个月的工作没了，大房子也没了。你个窝囊废，连亲爹的东西都偷不来，这日子还咋继续过下去？别惦记配方这事儿了，那是我爹的命根子，我真没这个脸给我亲爹卖了。哼，哟，这时候惦记你爹了？他自己赚钱吃香的喝辣的，咱们都快吃不起饭了，凭什么？你没脸，老娘自己去找高板想办法去。李建国是个废物，你这个当媳妇儿的倒是有几分胆色，敢直接来找我。钱老板，我这不是想来给您出谋划策吗？那龙虾秘方虽然拿不到，但是咱们可以想办法让他也养不了啊。哦，说说看。他那虾塘用的是村里的水源，只要咱们找人说他养虾污染了全村的饮用水源，说的严重点散播出去，那村民还能乐意让他养？倒是可以试试，要是办成了，承诺给你们2口子的钱和工作还会给你们。那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有人在吗？我们有点事情想采访虾塘老板。你们干什么的？谁让你们拍照的？出去！听说你们的虾塘使用化学添加剂，导致下游村民饮用水重金属超标，请问是真的吗？而且有下游村民反映，你们的虾塘养殖排污水到了村民农田里。我是虾塘的老板，有什么事你们跟我说。退钱！我们昨天刚吃了小龙虾，今天报纸就登出来说你们的虾塘养殖场不干净，你们红旗饭店必须给个说法。就是，国营饭店竟然卖这种污染水质养出来的毒虫子，退钱！林经理，不好了，今天中午的龙虾席全部被退订了。上面领导刚才打电话说下午要来咱们饭店抽检。慌什么？去通知后厨暂停龙虾供应，全力配合检测。另外备车，我要去水水村。哈哈哈，痛快！今天全县的报纸都在报道李海龙的虾塘有毒，红旗饭店的电话都快被退单的打爆了。钱老板，这都多亏了您啊。
这是500块，只要李海龙的堂子彻底封了，少不了你的好处。谢谢钱老板，有什么事儿您随时找我。李海龙，你给大伙滚出来！报纸上都说了，你这堂子有毒，污染了咱们村的水源，以后咱们种地都没法灌溉了。就是，你在县里赚大钱，害得咱们泥水村水都用不了。你今天必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的虾塘天天用泉水冲洗，哪里来的污染？报纸上那都是瞎传的，报纸能有假？白纸黑字写着呢。你们要不给个说法，大伙就把这塘坝给刨了。大壮、德发，水质到底有没有污染？等专业的人测过后自有公论。谁要是敢私自动手刨坝，那就是违法。林经理，咱们这样做无异于承认了咱们的龙虾有争议，这几天的营业额怕是要坠入谷底了。小文，做餐饮最重要的是信誉，钱百万想逼我们自乱阵脚，我们偏要堂堂正正的把底牌亮出来。是钱百万给了我200块钱，还给了我一份写好的稿子，让我照着登报的，不关我的事啊！叔，你什么时候把这小子的声音录下来的？这可是铁证啊！咱们现在就去报社揭穿他。不急，钱百万肯定还有后招，咱们等他把底牌全亮出来后，再一网打尽。谁是李海龙？接到群众举报，你们的养殖场涉嫌严重污染水源。现在我们要先对虾塘进行查封，等待进一步检测。这钱老板的本事还真大啊！等虾塘封了，我那2万块可就到手了。不能贴，我们真的是被冤枉的，水质绝对没问题。小伙子，配合执法，报纸上登得清清楚楚，群众举报材料也齐全，我们必须依法封存现场，等检测结果出来再说。慢着，各位领导，贴封票可以，但贴之前不妨先听听这段录音。是钱百万给了我200块钱，还给了我一份写好的稿子，让我照着登报的，不管水都没检测过，都是胡编乱造的。哎呀，咱们差点被钱百万当枪使了。啥？这报纸是收了钱瞎编的？竟然被这老家伙抓住把柄了。李海龙同志，实在抱歉，这件事我们会再好好查清楚的。今晚是我们打扰了。走吧走吧，别看了，回家睡觉去。叔，你太牛了，这下钱百万彻底完蛋了吧？这只是个开始，钱百万在县城经营多年，不会这么轻易认输的。那个记者是猪脑子吗？收钱办事还倒戈了。钱老板，现在红旗饭店那边也挂出了澄清告示，生意又好起来了。既然这招行不通，那就从小龙虾做文章。钱总，您的意思是？去省城联系省质检所的那个老朋友，既然李海狼的水质没问题，那咱们就花重金让权威专家出一份小龙虾重金属严重超标的检测报告。我倒要看看省里专家的公章压下来，他李海狼还怎么翻身。高教授，这次真是麻烦您亲自从省里跑一趟。哼，钱老板客气，我们省质检所做事一向讲究科学和权威。虽然秘方偷不成了，但来求求钱老板赏脸给个职位应该还是有戏的。就算是当个扫地的我也认了。钱总，高教授那边的报告已经见报了，这下李海龙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不过，万一以后上面查下来，咱们怎么脱身？哼哼，到时候就推给那个高教授，反正事儿是他办的。真不行就去找李建国，让他偷偷给他老子的龙虾饲料里加点料，那假的不就成真的了？老板高明啊！钱百万，你可真够狠的啊！不仅想害死我爹，还想算计我。你回来了，看我赚的这500块。建国跟着钱老板混就是有前途。他说了，等你爹的虾塘开不下去后，他就给咱承诺好的2万块。李建国，你疯了！这可是钱，你摔他干什么？钱？这他妈是买命钱！你跟钱百万合伙搞我爸的虾塘，他的塘子和小龙虾要是出什么问题，不光村民们戳他脊梁骨，保不准还得被抓进去。你想害死他呀？你少在这吓唬我，不过就是让他做不成生意而已。2万块你想不想赚？你爹天天防着你，你还替他着想，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钱百万根本就不是人，他还想算计我去害我爹。马娟，我爹说的对，我不该一直听你的。你要是再跟钱百万来往，咱俩就离婚。我的乖乖，这得花多少钱啊？老李头真的发大财了，可不是嘛？当初咱们还笑话人家守着臭水沟，
现在人家住洋楼，咱们只能干看着。人家老李头年轻那会儿就是这一代的鱼王，现在又有独家的养殖龙虾技术，咱们想赚也没那个本事。海龙哥，恭喜你，这洋楼盖得真漂亮。这还只是第一步，小虎，等以后基地做大了，叔让你们大伙儿都能盖上这样的楼。海龙哥，林经理，出大事了！钱百万找了省里的专家，出了一份小龙虾重金属超标的权威报告，说我们的养殖饲料带有化学成分，人吃多了就得生病。省里的公章，这下我们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钱百万可真够难缠的，怕是动用他所有关系来搞你了吧？一会儿污蔑我水质有问题，一会儿污蔑我污染村里水源，现在又把主意打到龙虾上面来了。这次我就跟他新账旧账一起算。李海龙，省里专家的报告都出来了，你那小龙虾重金属超标，你天天往塘里投毒，是要毒死我们全村人吗？亏我们前2天还信你是被陷害了，结果检测报告真有问题，你对得起全村人吗？大家冷静点儿，这报告绝对有猫腻。海龙叔的人品大伙是知道的，他怎么可能害大家？海龙哥，省市检所的公章分量太重了，现在县里的联合调查组已经成立，红旗饭店也被勒令停业整顿了。如果我们拿不出更有力的证据，不仅虾塘要被强行填平，你可能还要面临更大的责任。叔，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啊！要不我今晚带几个兄弟去把钱百万那家伙绑了，逼他招信。胡闹，绑架是违法，咱们现在是受害者，不能把主动权交出去。可是海龙哥，现在全省的人都盯着这件事，县里的质检根本不敢推翻省质检所的报告，我们还能怎么办？省质检所确实权威，但它不是唯一。海燕，你还记不记得上个月省里刚成立了国家级绿色水产安全检测中心？对，那是国家直接管辖的最高检测机构，独立于省质检所之外。我已经让小虎暗中把我们的水样和龙虾样本通过加急冷链送去省城了。只要那边的盲检报告出来，钱百万的假报告就会变成一张废纸。算算时间，明天上午报告就能送达。太好了，海龙哥，看来你早就想好了对策。建国，报纸上板上钉钉了，你爹这虾王的名声马上就要臭了。但钱老板说了，光靠一份报告还不够保险，他想要更硬的证据。今天找你来呢，也是为这事儿。你们想让我干什么？这是高教授专门配的东西，无色无味，倒进你爸的虾塘饲料里，3天之内，龙虾体内重金属含量就会严重超标。到时候省里来复查取样，一抽一个准，你爸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你们这是要毁了我爸！他早一点老实把配方卖给我们，就没这事儿了。钱总说了，事成之后2万现金，外加现成一套2居室的钥匙。你跟你媳妇儿拿着钱和房子远走高飞，多划算啊！反正你跟你爹也分家了，管他做什么。行，我干，你们可不能反悔。这就对了，明天上午，钱老板要带着人去你们村里开通告会。你今晚把事情办成，明天你爹就没理狡辩了。都到这一步了，还想着利用我？钱百万，你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乡亲们，今天我钱百万顶着巨大的压力站在这里召开这个会，不为别的，只为了咱们县老百姓的安全。李海龙一心想着赚钱，用不合规的物料养虾，不顾村里安全，也不顾县城人民的安全，形势实在不妥。关了李海龙的虾塘，不能让他的毒虾再祸害我们。这钱百万在咱们县也是个霸主，他的话能信吗？我可听说了，这钱百万也在卖龙虾，他这是跟老李头较劲呢吧？哟，咱们的龙虾王李海龙同志来了，怎么样？你想好怎么跟大家伙我们交代了吗？李海龙同志，我们省质检所的检测报告数据确凿，你的龙虾重金属严重超标，你解释解释，到底在饲料里放了什么？那东西你都放饲料里了吧？这里面是说好的2万块钱，等会儿你爹要是狡辩，我们就当场叫人检测他的饲料，到时候大家一起见证。放心吧，我都办妥了。高教授，请您当着乡亲们的面仔细研读一下省质检所的权威检测报告。下面我代表省质检所宣读关于李海龙同志的养殖龙虾重金属超标的检测结论。根据省质检所的精密检测，泥水村李海龙养殖的龙虾里铅超标30倍，汞超标50倍。乡亲们啊，
你们听听，这种有毒的龙虾居然养殖在泥水村里，它不仅祸害了大家伙，还祸害了县里去红旗饭店的顾客。老李头，质检报告你怎么解释？是啊，我们也是去红旗饭店吃过你龙虾的，你就这么害乡亲们？小虎，站着别动。乡亲们，我养殖的龙虾没有半点问题，一切都是钱百万为了陷害我故意为之。海燕，把报告拿出来吧。大家先别吵，请看下我手中的报告。这是前几天国家级绿色水产安全检测新出具的盲检报告，海龙哥送去的水样和龙虾饲料样本检测没有任何问题，完全达到标准。哼，国家级检测中心，大家听听，这李海龙可真会找门路。我一个做生意的都知道，任何检测报告送缴的是哪一批样品，出的就是哪一批数据。你李海龙要是提前准备好干净的样品送去检测，那当然没问题了。钱总说的对，检测讲究的是随机剂和真实性。李海龙自己送检的样品不能代表他虾塘的真实情况。乡亲们，我今天既然敢开这个通报会，就不怕他李海龙耍花样。我已经请省里最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咱们当场去李海龙的虾塘抽检饲料，看他还有什么话说。海龙哥，怎么办？钱百万敢这么做，是不是早就有了对策？别慌，先看看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高教授，数据不太对。什么数据超了多少倍，直接报就行。不，数据全部正常，铅、锰等重金属含量均在标准的正常范围内，没有任何超标迹象。什么？不可能！你仪器是不是坏了？再测一次。钱老板，仪器运行正常，我们取了3个不同位置的样品，结果一致，这批饲料完全合格。怎么回事？李建国呢？那瓶东西他没加进去。他说事情都办妥了。乡亲们，大家看清楚了，这是昨天晚上钱百万的秘书塞给我的2万块钱。他们让我往我爹的虾塘饲料里添加化学抑剂，制造重金属超标的假证据。我不孝，我差点就做了猪狗不如的事儿。但我李建国再不是人，也不会害我亲爹。那瓶药我根本没往饲料里倒。重生一世，我这不孝子竟然还有回头是岸的一天。李建国，你血口喷人，你有证据吗？哼，这2万块钱还不算证据吗？这可是你那秘书刚刚给我的。村里人谁不知道我穷？我上哪儿去弄来这么多钱污蔑你？怎么着？你还想跑？你这个假专家骗了我们全村人！我也是被钱百万逼的呀。他说给我30万，让我伪造检测报告。我只是个拿钱办事的，不关我的事儿啊！完了，全完了。海龙叔，对不起，是我们错怪你了。海龙哥，我们糊涂啊，差点上了钱百万那孙子的当。老李头，实在是对不住，我们真不该信了他的鬼话。大伙儿不知道内情，我不怪你们，只是大家以后可长个心眼，别被有心人当枪使了。爸，我对不起你，之前都是我鬼迷心窍，差点害了你。我本以为你骨子里已经彻底烂了，但现在看来还有的救。爸，是我错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钱老板，您这么陷害虾塘李老板，是想独占龙游虾市场吗？都给老子滚！我在县城生意好得很，看得上他一个破养虾的。去，都别围着我们，赶紧散了吧。这下我的名声算是臭了，钱老板，你可得负责呀！老子现在都自身难保了，还管你？让你去指使李建国给李海龙那饲料加料，结果事儿没办成，还被反咬一口。
要你是干什么吃的？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被开除了。钱百万，你总算露面了，欠我的货款呢？还有我的30万的货，你一分没给。今天不给钱，你别想走。恶人有恶报啊！陷害打压人家红旗饭店不成，保不齐还得进去呢。咱们啊，还是赶紧跑吧。观众朋友们，这里就是曾被诬陷小龙虾重金属超标的红旗饭店。随着真相大白，这家饭店如今生意比过去更加红火，现在已经是我们县的招牌国营饭店。乡亲们别急，今天龙虾管够，都排好队，一个一个来。不可能，这不可能！海龙哥，省农业频道那边打电话来了，说下周3要来给咱们拍专题片，还有省城的几个大超市也发来了邀请，想让咱们的龙虾进他们的生鲜柜台。进超市的事不急，先把产量稳住，不能砸了招牌。这是钱百万公司被查封的照片，明天就要登报了。经此一夜，县城的水产市场不会再有人敢跟你作对了。钱百万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自作自受，但咱们的生意不能跟他一样走歪路。海燕，记住，挣干净钱，做良心事，这才是长久之道。哟，马娟嫂子，这是要去哪儿啊？不是跟建国在县城安家了，怎么还回村里来了？我回村里关你们什么事？让开！马娟，你跟钱百万那点勾当，李建国可全交代了。帮着外人去算计自己老公公，你可真是个好媳妇儿啊！你们胡说什么？我跟钱百万没有关系，那都是李建国自己干的。没关系？那你怀里这500块钱是哪儿来的？这不就是钱婉状给你的？谁让那老东西自己赚大钱不带我们？他有拿我们当儿子儿媳吗？再说了，这是我自己家事，你们几个吃饱了撑的管闲事儿。造孽哟，娶了这么个拎不清的媳妇儿。叔，好消息！城里那些原本跟着钱百万压价的饭店，今天全都派人来订货了，订单比上个月翻了2倍。海龙哥，省质检那边也打电话来了，说要把咱们的虾塘列为全省绿色水产示范基地。下周省里的农业频道还要来做专访。好，但咱们不能骄傲，路还长着呢。李建国，你不打算跟我过了？明天你回县城，我在民政科门口等你。手续办完，咱们各走各的路。李建国，你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我跟你结婚这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就这么把我踹了？你跟钱百万合起伙来害我爹的时候，就已经不是我李家人了。他要是早点把虾塘分了，能有这么多事儿吗？我这么做不也是为了这个家？你以为我是为了谁？你现在装的倒是跟个大孝子一样，之前你不也想把你爹赶出去，还想偷秘方吗？够了，我等会儿就去找我爹认错，也不想再跟他分家。你想进城过好日子，我不拦你，但咱俩过不下去了。李建国，你个窝囊废，你离了我，这辈子就后悔吧。你爹那个老顽固能给你什么？你等着，有你哭的那天。爸，我来找您认错了。爸，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想跟您分家了，以前都是我混账，我已经不跟马娟过日子了，我给您养老送终。爸，我以前被猪油蒙了心，差点害了您，也差点害了咱们全村。爸，我不要钱，我只求您让我留在堂子里给您打下手，让我赎罪啊！你现在倒是知道错了。当初还想偷海龙叔秘方，跟钱百万勾结，要不是被发现了，你能知道错？李建国，那天你在大家伙面前反水，说明你心里还剩了最后一点良知。你救的是你自己的良心，不是我。爸，
断亲书上写的清清楚楚，白纸黑字，我李海龙这辈子只有小虎这一个干儿子了。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吧，活了2辈子，我现在只想信自己，心软是万万要不得的。想好了，这字一签，可就没后悔药吃了。李建国，你会后悔的。后悔的事儿我已经做够了，从今天起，咱俩两清了。行了，从今天起，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李建国，我好歹跟了你几年，你就让我这么净身出户？房子呢？钱呢？城里这套租的房子是卖了我家老宅得来的，你想要可以给你，其他的我也没有了。爸，婚我已经离了，我对不起您。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回来了，我要去城里混出个人样来，那样才有脸回来见您。他这是要去哪儿？估计是要去城里吧。他要跟马娟离婚，也不会在县城待了。要不去送送？行，听你的，送送。李建国，爸，拿着。爸，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想再见我了。去城里就给我好好干，别给我丢人。爸，我对不起你啊！叔，拿到了，咱们真的拿到了。好啊，小虎。海龙哥，恭喜你！有了这项专利，全省乃至全国的龙虾市场，咱们就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你也是咱们这名副其实的龙虾王了。小虎，海燕，这只是个开始，以后我还要让龙虾王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前世那手心向上、寄人篱下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这才是我李海龙应该有的人生。大家记住了，秋季越冬前的水温控制是关键。水草覆盖率要保持在 30%， 饲料里要按比例添加我发给大家的中草药营养剂，这样才能保证龙虾在冬天不掉肉、不生病。海龙叔，以前我们觉得养虾就是碰运气，听了您的课才知道，这科学养殖里面学问这么大。您毫无保留的把专利技术交给我们，大伙儿一辈子感激您。是啊，海龙哥，现在跟着您干，大伙儿每个月雷打不顿能拿300块工资，年底还有分红。这日子以前做梦都想不到啊！大伙只要肯踏实干，我李海龙保证，泥水村的每家每户2年内都能盖上小洋楼。出发！海龙哥，咱们的龙虾养殖现在也算是步入正轨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我打算把龙虾养殖技术还有制作小龙虾的秘方都交给泥水村的村民们，大家一起做大做强，一起赚钱。生态养殖的核心在于水循环，进水口和排水口必须呈对角线设置，这样才能保证塘水没有死角。大家记住了吗？海龙叔，那要是遇到连明雨天气，水质变酸怎么办？生石灰，每亩用生石灰
15到20公斤化水全池泼洒，不仅能调节酸碱素，还能给龙虾脱壳补充钙质。接下来，我领你们去养殖场示范一下，教你们怎么分辨好的虾苗。光听课不行，得练眼力。小虎，给大家伙瞧瞧，看虾苗，一要看活力，离水后弹跳有力的才是好苗；二要看规格，大小要均匀。大壮，你来试试。海龙叔，您瞧这只行吗？不错，眼力见长。以后这片示范塘的日常孙点就交给你带队了。谢谢海龙叔，我保证看好塘子，绝不给咱们产业园丢脸。海龙同志啊，我们听说你办了培训班，还不要1分钱学费。我们村穷啊，大伙儿连饭都快吃不饱了，能不能也送几个年轻娃来跟您学学？是啊，海龙，只要你肯教，我们村那片荒滩地全部无偿并入你们产业园，大伙儿给你打工都行。两位老哥，你们这是什么话？我李海龙办这个产业园就没想过吃独食，只要大伙儿愿意学，我不仅免费教，等第一批虾苗出来，我还无偿给大伙儿提供优质虾苗。咱们联营合作，一起把这龙虾产业做大。海龙同志，你这胸襟，你真是咱们县1等1的致富带头人啊！我们替全村老小给你鞠躬了。往左边倒，注意安全，手脚都麻利点儿，这可是咱们产业园的命脉。海龙哥，这就是咱们一期的冷库，建成之后采用最先进的液氮速冻技术，咱们的龙虾不仅能发往省城，甚至能通过铁路销要北方和沿海，真正做到全国直达。海燕，多亏了你，要不是你负责了这个冷链技术，我空有1000亩虾塘也走不出这县城啊。海龙哥客气了，咱们是一家人吗？瞧瞧，这就是咱们产业园的新车，听说这车里能结冰，运到城里虾都还是活的。以前咱们村穷得连裤子都穿不起，现在跟着海龙哥，家家户户在产业园领工资，连路都修成水泥的了。海龙哥和林经理真是咱们村的活菩萨呀！可不是嘛，我看他们俩在一起也是郎才女貌。海龙哥，有时候我觉得像在做梦。从当初街边的一个小火炉，到现在的1000亩产业园，你真的做到了。海燕，这一路走来，要是没有你在背后撑着我，我李海龙可能早就倒在千百万的算计里了。以后的路，我想和你一起走下去。我知道了，海龙哥。